大家了解啊，心理韧性或者坚韧的，就像上面写的坚韧乐观的一个态度，大家明白吗？啊，坚韧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当你失败了会怎么样，或者当你遇到了挫折了会怎么样。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啊。为什么会重要呢？因为即便你是天才啊，大家知道，你也会遇到失败或者挫折啊。大家看一下，现在不是奥运会嘛？那奥运会上有很多选手，不管是得金牌啊，还是得银牌、得铜牌，你可以想象他们在得牌之前啊，他们是一帆风顺的吗？不是一帆风顺的，对吧？都是输过来的，大多数选手都是输过来的，对吧？而且他们只要这次得的不是金牌，可能大家会觉得他们还是在输。那他们要继续去拿金牌，那么就是要继续的输，然后直到有一天拿了金牌。但是他拿到金牌之后呢，他还是会继续输，对大多数人来说。所以职业运动员的生涯，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输的生涯啊。这个可能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它不是一个赢的生涯。职业运动员，绝大多数职业运动员，他的职业生涯是一个输的生涯。不是一个赢的生涯，其实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在这个人生涯当中，不管是工作还是家庭里面，还是你的个人生活里面，其实是会遇到很多挫折的。那所以我们就会有韧性这样的话题。这个话题呢，也就是当你遇到了挫折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怎么办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重要呢？那就很正常，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这样一些情况。那这样一些情况，你怎么样去反映它，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大家一定听说过，还是拿我们刚才的运动员为例啊，有很多天才运动员，是吧？大家都听说过很多天才运动员，不管是足球的、篮球的、田径的、游泳，都有很多天才运动员。他们小时候就是天才。有一种小时候就是很天才，但是过了20岁之后，大家慢慢都听不到他的声音，渐渐的就好像完全遗忘了这样的人。这样的体育选手是非常多的，天才型体育选手，他出现了这种急速的断崖式的跌落，很快变得默默无闻。通常有2种原因。这种天才选手，第一种原因大家能猜到吗？第一种原因就是伤病啊，这个是运动员一个绝对的最大的一个敌人。很多年轻的运动员，因为偶然或者因为一些他练习惯的原因发生了伤病，而且这个伤病一伤就是1年甚至1年半2年啊，等他回来，他几乎已经没有这个状态了，甚至呢，这个伤病之后，他可能完全无法完全的恢复。那这个时候呢，他所谓出道即巅峰啊，他就停在那个地方，慢慢就被人遗忘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年轻运动员很快的走向衰落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办法经历失败。失败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如果他没有办法 handle 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他的衰落也是非常的快的。这就是再次对我们来说是个警醒，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生当中都会遇到的问题。特别如果大家在座看一下，我初估一下，大概在座的应该有1/3的人是有孩子的，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这个话题对我们的孩子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孩子来说，他相对来说年纪比较小，你培养韧性会更容易一些啊。对大人来说呢，会稍微难一些。但是我们今天呢也会讲到这个，所以我希望呢，今天我们讲这个内容，不只对在座的各位是有用的，对你们家庭里的其他人可能也会是有用的。好什么是坚韧乐观面对挫折快速恢复乃至变得更强的原因？有很多人，当你问他什么是坚韧乐观的时候，他会说这就是不服输，这就不能输的例子甚至我们可以举个中国典型的一个故事大家记得没有？就是一个老父亲快要死了，他把3个孩子叫到床前，说你去拿一根筷子来，然后一个孩子拿了一根筷子过来，老父亲说你把它折断，那个孩子啪很容易就把它折断了。然后呢，老父亲说你去拿1把筷子来，那个孩子又拿了1把筷子，老父亲说你把它折断，那个怎么折都怎么折不断这叫折不断的精神或者是要团结的例子，这个很好但是它不是坚韧乐观。坚韧乐观不是不服输，而是真的发生了失败之后，我们怎么样能够恢复过来。这里有一个插曲挺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服输这个词是有2面性的。
一方面，当你这件事情还没有告最终的结局，比如说这个比赛还在进行当中，那你不服输啊，这个精神是很好的，能够帮你撑到这个比赛结束，甚至真的可能是翻盘的，这是个很好的精神。但是当比赛结束了之后，结果已经出现了，你仍然不服输啊，大家想一想会发生什么？仍然不服输会发生什么？就是我想的不是已经有了这个结果，我接下去要怎么办，而是想这件事情我没有输啊，会怎么样？通常是去找裁判的茬啊，或者去找对方的茬等等，他就没有想到我接下去要去怎么样做个改善啊，这是不服输的两面性。所以大家可能也会想到，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要提醒大家注意，不服输其实有两面性的。那今天我们不讲不服输这件事啊，我们就讲已经失败了，那我们要怎么做？坚韧乐观的人是很难被这些事情所打倒的。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待的挫折的方式啊，是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会有很多的人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件事情发生了，当结果产生了，他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就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想到我，对吧？这件事如果做砸了或者做坏了，说明我怎么样？接下去就讲了我怎么样？是不是意味着我很糟啊？或者这件事情会对我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等等等等。他想到的不是下一次去做什么样的改变，而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人身上会有一个反应啊。然后我们会讲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那这里面我做个伏笔，就是这种想法就决定了我们面对失败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做法，决定了我们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好，你必须做一个继续前行的决定，它不会必须发生啊！你必须要站起来，这有多难啊！这些隐语觉得可以跳过。大家应该想一想，我们从韧性开始到这个话题，这个话题非常自然的就是会问你对失败是怎么样？失败对你来说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吗？大家想一想，韧性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就是大家对失败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不同的人看待失败有不同的方法。那如果你看待失败是非常重视这件失败，而且非常的把这个失败你会把它放在自己的身上，变成觉得我失败这件事情说明我怎么样的话，这个呢可能就会对我们的每个人都会有比较大的打击，而不是有在这个事情身上。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非常多的情况下会用一个消极的视角来看待我们遇到的每件事情我们这边来做一个实验非常简单的一个实验。请大家先放下一下手下的事情先放一下，然后呢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着然后闭上你的眼睛，非常简单，不用害怕这个都不用上台的好，舒服的姿势，然后闭上眼睛。好，现在请大家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呢，今天早上你起床了，吃完饭，梳洗完毕，然后呢打开门，打算去上班了。这个时候你突然看到门前有一个黑色的垃圾袋，你猜猜这个垃圾袋里有什么东西？好，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大家能告诉我，你猜猜，你想刚才想到的第一感觉，垃圾袋里是什么东西吗？大致的答案都是这样除了如果这堂课我们是在圣诞节那个时间段如果开的话，我问这个问题，通常有的人会说圣诞礼物什么的。那除了那个时间段，大多数时间做这样的实验大多数人的反应呢都是，通常来说这个垃圾袋里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甚至是一些可怕的东西。通常来说是这样，这很正常，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正常的反应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稍微给大家讲一讲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故事，就是为什么人的自然的反应是消极的。这个对大家需要有意识啊，就是你自然的人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很多人的自然反应是消极的，所以你要对这件事情有意识，你要知道你的消极的反应并不代表这个事情真的是消极的，只是因为我们的反应是真的自然的就是消极的。为什么我这个故事从头说起？大家记得吗？大家想一想，就是大概几万年之前，我们的人类啊还是没有怎么穿衣服，对吧？住的也不是怎么样好。然后吃的呢也有一顿没一顿的，而且呢，一有风吹草动啊，你就会想到有可能是有自己有危险的，或者是野兽来吃你，或者是隔壁部落的人要抢地盘要来杀你，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啊，我们就赶紧逃起来，赶紧躲起来，或者赶紧爬上树啊，至少赶紧逃跑，对吧？这是一个人的自然反应啊。那时候的人，他的整个的反应就是非常。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种非常敏感的反应，就是你一碰它，它就会赶紧跳起来，这是那时候人的一个本能。而这个本能是不是有用呢？这个本能是绝对是有用的，它是能够帮助我们人类繁衍到现在。为什么要这么说？大家想想，如果那时候的人不是那么一有风吹草动就跳起来的话，他是不是存活概率很低啊？对吧？如果一有风吹草动，他觉得没事儿，走过去被个野兽吃掉了。那边冒烟了，他想没事儿啊，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大火蔓延过来把它吞食了。如果今天早饭已经几顿没吃了，他想没事儿，那他可能就饿死了。所以这个非常容易的焦虑，非常容易把事情往负面方向看的，非常警惕的这样一种心理，其实在那个时候对我们人类繁衍是非常有用的。那个时候如果人不是这样的话，在座各位可能今天都不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因为你们的祖先啊已经被自然选择淘汰了。如果他没有这种心理的话，所以这是有用的。但是现在来说，这种心理还有没有用啊？我们现在的人没有那么多事情能够让你死掉的，对吧？其实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容易去想悲观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大家知道，人类的演化它是以所有动物的演化，它是以10万年、100万年甚至更久这个跨度来演化的。而人类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那个阶段到现在非常安全，相对来说非常安全这个状态，只经历了几万年。所以我们的社会变得非常的快，但是我们的心理变得没有那么快。我们大多数人的身上还是遗传着祖先那种倾向于看负面的那个态度的那种心理。所以这是一个人类的常态啊。这一方面，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如果我很容易看到事情的负面状态，或者我很容易伤心啊、焦虑啊这些事情，一方面大家不要过度的去担心，觉得自己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啊。我要告诉你，大多数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祖先遗传给我们，我们的人就是这样，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同时你也知道，你这种自然的反应，它不代表的是现实。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一方面，你接受你这种自然反应是个正常的反应啊，不要去过度的埋怨自己，说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不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要知道自己的反应它不代表这个现实，你的现实啊，它有点像是一个体重计，这个体重计呢是偏的，它总是会显示的你非常的重，但是呢，你大概知道它会多显示20斤的重量。那你知道了，称上去，比如说称上去是150斤，你就知道自己其实是130斤，没有150斤。称上去是110斤的话，你就知道自己大概是90斤啊，没有110斤。这就是人脑的一个特性啊，人脑会有很多这方面的特性。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一方面你要知道自己这种状态是正常的，这就是演化带给我们的一个心理，正常的心理。同时一方面你要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不公平的秤啊，我们叫的，你去菜市场的话，它会有个公平秤，对吧？我保证这个是称的。但是每个人的大脑其实都是有很多不公平的秤，你要自己去学会把它往回调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是倾向于消极的。同时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件事情。既然我们知道自己是倾向于消极的，我们就要自己把它往回调啊。这就是叫做为什么我们常用消极的视角看待失败，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你要知道，事情没有那么杂，没有那么糟糕，对吧？我再来做一个实验，我相信这个实验就用大家更切身的一个体验啊。
还是刚才那个动作，预备动作，大家继续来，手上的东西先放一放，然后找一个舒适的姿势呢坐好，调整一下你的呼吸啊，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也可以不闭，都没关系啊。这个时间呢还是很简单啊，你也不用上台。这个实验呢就是大家回想一下，在你过往的人生当中啊，对你最重要的3件事情，或者3个人也可以。大家回想一下，在你过往的人生当中，对你最重要的3件事情或者3个人啊，他们影响了你现在这样一个地位，或者现在这样一种状态啊。如果他们不是那样的话，你可能现在不是这个状态。好，请大家回想一下人生当中最重要的3件事情。再给大家半分钟吧，这个还挺重要的啊，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对你现在人生最重要的3件事情，过去发生的，它有可能是去年发生的啊，有可能是10年前发生的，甚至有可能是小时候发生的，对你现在的人生影响最大的3件事情。好，半分钟到。好，大家心里应该有答案了啊，这个不用分享啊，对大家来说比较私人的不用分享，所以不用分享。但是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大家刚才想出来的3件对你现在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当中，有没有初2的期中考试？有吗？有，大家有的话举一下手啊，有没有初2的期中考试？没有初2的期中考试是吧？有初3的期中考试吗？也没有是吧？也没有初3。还是最终的中？中间的中。当然，如果你说最终的中也可以，初3的期中考试有吗？啊，期末考试对，期末考试。你有是吧？你有。然后你另外2件事情是高3和工作是吧？好，那我们现在先选。我们现在先说初2的期末考试这件事情。绝大多数应该不是叫绝大多数，所有人都没有初2的期末考试这个脑袋里这件事情，对吧？但是大家回想一下，当你初2期末考试的时候，你紧张不紧张？对，当时紧张吗？当时紧张是吧？大多数人当时都是紧张的。但是你想一想，这个考试其实对你现在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对吧？或者说它对你现在人生没有特别的影响，对吧？那大家有没有想到，能不能同理可知啊？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你非常焦虑、非常紧张的那些事情，当你回过头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对吧？不管它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对你的人生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如果大家今后遇到非常一个紧张的时刻、非常焦虑的时刻，你可以想一想，就是那个词叫做初2期末考试。初2期末考试的时候，当时你是很紧张的，但是从今天看来，其实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即便它考砸了。这是一个，你甚至可以写一张小纸条，初2期末考试放在一个抽屉里，然后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需要说你非常紧张，或者你甚至已经有不好的结果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看一下，这不就是个初2期末考试？说到这个，再给大家一些小的 tips。我以前有个同事，他有个很好的一个办法，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的，我也推荐大家用，很有意思。他说呢，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很好的事情，对吧？比如说，我今天去了一个探店，这个店很好，我从来没有想过它有那么好，这探店。或者呢，今天有人送了我路上走过，突然有个人送了我一枝花，不管是什么妇女节还是什么，还挺好看的，我带回来很有意思。各种各样的事情一旦发生他就拿一张小指头把它写在上面，然后呢，很简单的，比如说路上有人送了我一枝花，然后下面写一下几月几年几月几号，一张小指头，然后把它叠起来，放在一个专门的空罐子里面，就这么大。当然，如果很多人可开心的事情多的话，你可以做罐子大一点，罐子大一点就像盆了。这个放在盆里面，不管他没有规定说每天都要丢一个，他只说你碰到开心的事，你想起来你就写一张，然后丢到那个罐子里，想起来就写一张丢到罐子里。这个罐子怎么用呢？
但我相信大家那么聪明，应该能猜到这个罐子怎么用。对，打开来看一下，特别是那些你觉得有些忧郁，或者有一些焦虑啊，或者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你比较紧张的时候，就把那个罐子拿出来看一下，看到以前我能经历那么好的事情，好像我的心情就会好，而且会提醒你说，其实人生当中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这是给大家一个 tips， 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那这个 tips 顺便我也就说一下，你可以再准备一个小的罐子，这个再小一点的罐子，因为可能没有那么多事啊。再小一点的罐子怎么用呢？就是如果哪一天你觉得突然很紧张啊，你非常担心接下去要发生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汇报或者一个面试，或者呢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你确实觉得已经发生了，而且你真的失败了啊，没有通过或者怎么样，把这个小纸条，把这件事情也非常简单的写下来，然后把几年几月几日也写下来，然后叠起来，然后放在这个罐子里。如果你每周都发生一件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就每周写一次啊。如果你隔2天就会发生的话，你隔2天也把它绑起来。然后这个罐子怎么用呢？大家想想这个罐子怎么用？这个罐子的用法和刚才那个我们把它叫做快乐罐子吧，用法非常相像，也就是将来当你又觉得自己很焦虑、很紧张，或者遇到了一些失败的事情，你就从那个罐子里把它拿出来一看，大多数情况下你拿出来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非常重要，甚至你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当你拿出来一看，这不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呢，它也就这样过去了，对不对？那好像我也没什么办法，那好像我也可以过去。这个罐子就是可以这样一种用法。所以2个 tips 甚至可以说是1个 tips， 大家可以在家里准备这样的2个罐子。当然你也可以用电子的方式来做，但是电子的方式呢，通常来说我们会觉得没有纸头的更有那个对，时尚的话叫做更有仪式感。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大脑里，这个东西其实印象不深的。我们往往要用身体的动作同步来做。所以当你有一个实体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是有个真的动作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件事情呢会认识的更深，也是感受的更深。所以如推荐大家，如果有这样一个罐子的话，你去准备这样一个罐子，去放那些你每天遇到的开心的事情，以及放一些你遇到这些紧张的事情。当你再次遇到紧张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回去看这两个罐子，这可能会带给你很大的帮助。好，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其实我们人类大脑是非常的关注一些负面的情绪，这个不是我们有什么问题，而是演化带给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遗传下来。那同时呢，大家赋予自己心里面是有个不公平的秤的，你要自己去调整这个秤。事情没有我们大脑预测的那么糟糕啊。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关于韧性的这个主题，我们说了，关于韧性很大程度上是你怎么看待失败或者挫折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会有2个影响，我们怎么看待挫折或者失败，哪2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当这件事情发生了，失败发生了或者挫折发生了，我比较难受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影响。相对来说呢，这会比较直接，而且呢比较好处理。或者说对大多数人来说，你处理不好呢也没事儿，只是你难过一宿也就这样过去了。但这个会有第2个影响，什么第2个影响呢？就是你会产生一个回避的模式如果你产生回避的模式，这对大家的工作或者生活就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怎么叫做回避的模式？我来解释一下。大家知道迈克乔丹吗？迈克乔丹是有人说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伟大再伟大呢，但是他的投篮命中率2分球的投篮命中率不到50%，3分球的投篮命中率呢略高于30%，还不到1/3。
啊，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迈克乔丹，2分球的命中率不到一半，3分球的命中率只是略多于30%，他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命中率。而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他投2个球啊，每2个投篮必然有一个是投丢的啊，而如果他投3分球的话，投3下才能投进1个。所以说，大家记得我一开始说过那句话吗？对我职业运动员来说，他的人生其实不是赢的人生，而是输的人生。哪怕对迈克乔丹来说，他投丢的球要远多于他投进的球。那如果你要求他100%投中的话，他要怎么做？如果你要求他的命中率保持在100%，你觉得他要怎么做？扣篮是吧？扣篮其实也没有到100%的。你会发现那些 NBA 的大高个中锋，他离篮筐很近的，但是他的命中率啊，也就60%几左右，没有100%的。他命中率如果要达到100%的，他要怎么做？他的做法就是投中1个球之后，我就再也不投了，对不对？我就能够保持100%的命中率了，是不是？说起来好笑啊，大家可能觉得我刚才这种说法很好笑啊，但是这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你必须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我要你保持100%的成功率，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不尝试。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如果我要保持100%的命中率，我唯一的做法呢就是我不尝试了。所以说呢，如果你面对失败，你非常害怕失败，第二个后果就是，如果我要保持下次不失败，很多人会采取的方法呢，就是我下次不做了，这个事情大家可能觉得如果你觉得这种心理还没有那么重要的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会观察到的很多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做心理咨询当中，包括我们在做职业教练当中，经常有这样的场景。几乎在每一个来访者身上都会有这样一个场景，那就是，我问他，特别是那些比较年轻的来访者，我问他你将来想做什么？他们有的人说，我将来想成为一个经理人，或者说我将来想做个自媒体人啊。大家现在知道网红是个很好的一个职业等等，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下一句呢，通常我们就问，这个想法不错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你是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想要把这个作为你的职业，或者你为什么要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呢？你会发现超过50%，有时候能够达到70%的人，他第一句话是这样的，第一句话是，因为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或者我体育成绩不好，或者因为我对数字不敏感，所以等等。你会发现，当你问别人为什么有这样的理想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第一句话他不是因为这个理想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要怎么样。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擅长这个事情，潜台词是什么？这个事情让我导致的失败，我不想再要这样的失败。大家回忆一下，这是不是在很多人身上发生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人身上，当你问他理想的时候，他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想，他的解释的第一句话是因为我不擅长什么东西，所以我才有这个理想。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中国人，他的人生是一个逃避的人生，而不是一个追逐的人生。追逐的人生就是那个东西我想要，所以我就向着那边去；而逃避的人生是这个事情我不会，我不干，我要逃到那边。碰到那边事我又不干，我要逃到那边去。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现象，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坚韧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有的人的理想就是因为害怕失败，所以他把那个定为理想，但实际上那个并不是他真要的。那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真要？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我不擅长，那个我不擅长，我总是失败，所以他才有了一个所谓逃避的梦想。这是我们在实际的咨询或者教练的过程当中经常碰到的一件事。这个也给大家提醒，这个坚韧的为什么会重要？因为它面对失败的这个心态，会使我们产生逃避的这样一个模式。而一旦产生逃避的模式呢，其实是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如果刚才说了这个东西很重要啊，那么为什么或者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当真的出现了失败或者挫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刚才两位的回答就是说明了我们怎么样做这件事情。什么回答呢？就是很简单，就是
我回答是这个事情失败了，它说明了我应该怎么样做，下一次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这就是面对失败或者面对挫折最理想的一个态度，也就是我马上去想下一次我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这就是坚韧乐观的心态，它必须要有一个含义。而反过来那种我们并不提倡的心态呢，就是失败或者挫折当它发生的时候，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刚才那个游戏来说，哎呀这个说明我的手指灵活能力不行，我的协调能力不行我就是玩不了这种游戏的如果你出现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其实就是会产生了一个回避的模式，而这个可能就是你就没有那么坚韧了。而一旦出现失败的时候呢，你就要躲开那个地方又失败了，你又躲开，所以呢，你接下去的整个工作和人生呢，就会陷入一个躲开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怎么样面对失败和挫折，怎么样做？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去想怎么样做，而不是去想它说明了我有什么样的特点。好，这里有其他的几种可以帮助大家来培养一个坚韧乐观的这样一个心态。几个方法，第一个，心怀感恩这个词听上去会有些鸡汤，甚至有些人会感觉有些反感我都非常理解。大家可能有些人呢是不太喜欢感恩这个词的。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但是我后来知道它背后的原理，我大概明白了为什么会要强调心怀感恩它当然对社会和谐什么有用，但是它的目的呢，并不是社会和谐。为什么呢？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们的人类他的大脑是一个不公平的秤，它是偏向于负面的。而心怀感恩，你这样去感恩这件事情呢，是可以把这个秤稍微拨回来一点的。这件事情它的功能就在于这边其实主要并不是在于回馈社会、感谢社会等等，不是，而是把我们这杆秤给它拨回到一个中立的位置。怎么说呢？也就是你每天遇到一些什么好事情不管是别人对你给你一个帮助，还是你吃到什么好东西，这些都可以感恩。你就每天花一点点时间，比如说睡前的时间，回忆一下我今天遇到了什么好事情，这就是感恩了。这个动作就能够通过定期的做这个动作它就能够把你这杆秤往回拨，往中立的方式去拨。这样呢，慢慢的你就不是对事情有那么容易会有消极的情绪马上出来，而是会有一个中立的情绪所以这叫做感恩的态度，保持开放的心态发挥你的优势。有时候大家可能也有一个人生经验，我相信大家也有你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怎么样去摆脱这种烦闷的情绪呢？就是去做一件自己非常喜欢或者非常擅长的事情会不会这样？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那客户没有拿下来，你感觉不好，这时候呢，你就去球场上发挥一下你是个不错的球手，把对方打得七零八落，这时候你的信心就回来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个也是可以做的，确实是可以做的。提醒你自己就是其实我是可以把对方打败的。重点呢，就是我通过不停的练习，我找到一些方法，那么就可以。什么叫做承认脆弱性承认脆弱性听上去好像和我们刚才说的坚韧的心态有矛盾他是怎么说呢？他说的是承认脆弱性就有点像是我们叫做承认现在这个结果是失败，它是个现状请大家记得这个时态时态这个词，时间的时，态度的态，这个虽然大家已经离开学校了，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记得这个词，时态这个词，在英文当中有时态，但是在中文当中呢不太有时态。但是时态很重要的一点呢，就在于它会告诉你这件事情是现在发生的，还是未来发生的，还是过去发生的但是我们日常用语没有时态，所以会导致一些问题什么叫做问题呢？就是打个比方。这个指标是低的，当我没有时态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指标就是低的，负责这个指标的人就是不好的。而当我有时态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指标当前是低的，但它只代表当前的状态，不代表未来，也不代表过去，对不对？大家同意吗？所以大家对任何一件事情做一个判断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语言可能没有时态这个东西
但是你可以给自己脑袋里加一个时态这个词。目前是这样，它只是目前是这样，不代表过去是这样，未来是这样。你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改变它。但是如果你没有时态的话，我们就会想到这个东西啊，它主要就是低的，这个人就是差的，我的孩子呢就是不行的。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就未来就不会尝试了，对吧？所以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虽然我们的语言是没有时态的，但是你是可以在里面加个时态的。制定计划。制定计划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位同事刚刚分享的一个经验是非常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呢？就是当这件事情不管是挫折还是失败发生的时候，我接下来去想怎么样能够把它做好，对吗？怎么样去做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它落到计划上去。我要怎么样去提高，或者我要怎么样下次换一个方法来试，或者至少我要在什么时候去找一个新的方法，把它落到计划上。这个也是人的一个特性啊！如果你不把方法，你不把事情落到计划上的话，你很容易就忘记这件事情。比如说200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做了一个实验啊，这个实验在心理圈子还挺有名的。他招了2波大学生，这2波大学生呢，给他们一个任务，就是呢，他们在圣诞假期之后呢，要交一篇论文。2波大学生都是同样一个论文，都是同样一个任务。在圣诞之后呢，要交一篇论文，但是呢，2波大学生接到的任务呢，稍有一点不一样。要交论文这件事情都是一样的，稍有一点不一样。其中一批呢，给他多了一个要求他自己来回答，你是打算几月几号来交这篇论文？圣诞节之后几月几号来交这篇论文？而另外一组呢，就没有这句话，只是告诉他圣诞节之后来交。然后圣诞节过了，然后到了学期期末，然后来统计到底有多少人交了那篇论文，然后看他们当时属于哪个组的。大家应该猜到这个结果了，就是当初明确指出自己要几月几号交的人，假如这个是 A 组，而当初没有这个要求的，假如是那个 B 组 ，A 组交的概率远高于 B 组。这就是现在我们非常熟悉一个定理，就是当你去告诉自己几月几号，给他一个时间点去做什么事情。如果你做了这个动作，那么你真的去做这个动作的可能性要远大于你不给自己指定时间的可能性。这就是计划的意义。大家想想，你去指定几月几号做，能够提高你真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意义。而且你要给自己放松一下。有的人会说，我当时真的指定了几月几号做的，但是我还是晚了1周再去交这个东西啊，这个是会发生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晚了1周，但你还是交了。如果你当初没有指定这个几月几号呢，你可能真的就不会交。这是我们教练过程当中很多人会有一个反应就是他说了，我确实定了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我没有完全完成，我还是延迟了等等等等，是不是这个计划没有用？我要说，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个计划，所以你才只晚了1周。没有这个计划的话，我担心你根本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定计划，哪怕你最终没有完全完成，但是这个计划对你仍然是有用的。好，还有一个能够增加大家韧性的方法，这个女生确实比我们男生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坦率说，确实是这样。社会连结这个词比较抽象，有点学术味，其实就是你的朋友圈了。那些能够和你知心的朋友，那些和你之间没有什么公益的关系，你只是平常会去聊一聊，甚至你也不期望对方能够给你什么帮助，你也不会给对方有什么帮助。当然有帮助更好了，但是你不指望这些。这个就是我们的社会连结，就是你平时和人聊一聊。这个社会连结在我们的心理学的很多实验当中也表明，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帮助的。包括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大概就是今年嘛，有一个长期跟踪的一个实验数据出来说，独居老人的期望寿命要比周围有人的老人期望寿命要低很多，对吗？这些老人一方面他可能是因为确实一些物理条件上，如果他独居的话，他条件比较差；另外一方面就是独居老人他没有这个社会连结，这些人他的身心状况比较差，所以他期望寿命呢也会短。所以社会连结会比较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包括韧性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座的各位，你要去珍惜那些能够不求什么功利的目的，只是愿意和你去聊一聊、分享什么东西的这些朋友啊，都是要去珍惜的。虽然他好像看上去没有给你什么实际的帮助，但是至少请你记得一点要感恩，就是他能够帮助你稍微长寿那么1-2年。每一个这样的朋友能够帮你稍微长寿那么1-2年。消除完美的幻想啊，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说到投篮的时候就说到，如果你要求完美，很大的可能就是你根本就不会开始做这件事情，对不对？你要完美啊，你非常担心不完美给你造成的一些影响，所以你就不会开始做这样一件事情。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大家写报告像我一样经常从事的文字工作的话，如果你一开始想很多，但是就是不落笔的话，你会觉得1周1个月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你不管不顾，你先给它写下去，然后日后再去完善它，你会发现，这个节奏会变得很快，这个流程会变得很顺，甚至呢，我会告诉你，就是当你有一些东西写下去之后，它像自己有生命一样，是会自己生长出来的。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当你真的去写下去，当你真的去做计划，当你真的去开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本身好像有生命一样，它会有一个方向去发展。而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你就真的只是个零干在那的话，它是不会有变化的。所以这是消除完美幻想的这样一个故事啊，这是借着我们刚才说过。好，接下去有一点点时间给大家讲一讲固定思维和成长性思维这个区别，这是我们对韧性的底层的一个逻辑啊。固定思维还是成长性思维？固定思维呢，就是说，我认为啊，人基本上呢是不变的啊。这件事情呢，他能做呢，他就是能做啊；他不能做呢，就是不能做啊。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大家经常听说过？而成长性思维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每一句话都是有一个时态的，这个状态只是现在的状态，它不是一直的状态。如果现在呢我做的不好，不代表我将来也做的不好。我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投入一定的时间，我能够做的更好，越来越好。这就是成长性思维和固定性思维，就是两种思维的方式。一种是觉得人就是特定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的特质，我会做这件事情，或者我不会做这件事情，或者你觉得我问大家，我今天讲的这门课，大家自己能讲吗？就请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刚才说的，你每一个判断啊，都要给它带上一个时态。你可能现在不会讲这门课，但是只要你愿意，你投入一些努力，你就可以能讲这门课。虽然你讲的肯定和我不一样，但是就像刚才这位同事一样，你有自己的故事可以讲。你有你自己的方法可以讲，你可以去生成你自己的故事，生成自己的意义。所以这就是固定心态和固定思维和成长性思维的一个区别啊。所以你会发现，固定性思维的人，他追求的一个目标，非常特征的一个目标，就是我关心这件事情是否完成了。如果他完成了，就说明我好；如果不完成呢，就说明我不好。而成长性思维人脑袋里，他希望建立一个目标，是叫做学习型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是最终去掌握这件事情。现在我肯定不掌握，但是我的目标就是去掌握这件事情。这是这两个人之间的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固定性思维人呢，还会有个特点，就是他非常害怕去尝试新的东西，或者害怕尝试去挑战性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会失败。而且这个失败呢，就意味着我不行，我不好，我不要这样，所以呢，我就不尝试。请大家想想，这样一个循环，其实是很容易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个循环。我害怕挑战，因为我认为这个挑战会让我失败，而失败意味着我不好，所以呢，我就不要去挑战。这个循环就形成了。慢慢的，我就不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让一个人谈他的理想。然后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想，他的第一句话，很多人都是因为我不会做那件事情，所以我的理想是这样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可惜。那现在我们刚才就说过，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叫做上位拥抱上位 yet 的力量啊。这个因为这件东西啊原来是英文，所以它直接用了 yet。而翻译到中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好像没有很好的翻译，所以呢，我暂时就把它英文、中文都放在上面，觉得方便大家能够有一些好的认识，因为中文可能不能完全准确的。yet 的意思是什么 ？yet 的意思就有点时态的意思。他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当前是这样，还期待我接下去还没有去完成这件事情。yet 经常用的地方就是我还没有完成这个事情，这件事情是等待着去完成的，而不是说我做不了这件事情。请大家注意 yet 这个词的含义是它还没有发生，但是它是等待发生，这是它的含义。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比如说你现在还不是主管假如你现在还不是主管，那你现在还不是主管，不是主管这件事情是现在还不是，但是将来是可以等待发生的一件事情。主管它不是一个你的个人的特质，请大家注意，它是一件当前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是可以发生的事情，它不是你的特质，这就是 yet 的。好奇心，很多人也会觉得好奇心和我们的坚韧心态有什么样的关系我稍微多解释一下。当你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有多种活法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当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比如说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比如说当你去到一个国外比如说东南亚一个海滩，或者印度或者南美，甚至欧洲这些地方，你会发现那边很多人的想法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活法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当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活法，很多种可能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当前遇到的这些事情，一方面你会发现好像是可以有些其他办法去解决的，这是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不解决，我也是可以绕过去，对不对？当你看到很多人有了各种各样的活法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呢，我们提倡的是你要有个好奇心，带着好奇心，你就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各种各样的活法。好，所以我总结一下，这3点是我们一开始就有的：韧性是面对挫折快速恢复乃至变得更强的能力。坚韧的人呢，很难被困难打倒。事实上呢，是因为他们看待挫折的方式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接下来给我补充一点，归根到底这不仅是关于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他看待自己和发展的态度。大家记得时态吗？大家记得 yet， 这就是看待自己的一个发展态度。当前只是当前，它不代表我的特质，它不代表未来就会怎么样。因而他们会把眼前的事情都视为资源，都是一种输入。这个挫折就代表了这个方法可能不可行那我就换个方法。大家想一想，当你把挫折当做一个输入 input 的时候，你的想法会不会有些不一样？这个挫折就代表了这个方法可能不可行，那我就换个方法呗，能不能这么想？同时并不轻易给自己下结论，我不轻易说我这个人就是擅长干什么的，或者不擅长干什么。就像我举的例子，有的人的理想的，你问他第一句话为什么？就是有的人的，就是他给自己很年轻的时候，甚至10几岁的孩子，你会觉得很可惜的，他就已经给自己下了个定论那未来的可能性都被他挡掉了。所以不要轻易给自己下定论不要说你为什么不为什么。如果你一定要说的话，再次强调一句话，给自己带上时态，所有判断给自己带上一个时态。不要害怕，聚焦事情，发现这些事情本身的一个价值。然后呢，最后一点，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发现有一个人也特别的非常坚韧，什么样的人呢？他有非常想要的东西，他有非常关心的一个东西。举个通俗的例子，你在有一个异性我们现在就不能说异性了，我们要包容，同性也可以有一个异性或者同性，当你非常想要他成为你的伴侣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能承受这个挫折的。
当你并没有那么看重他，你觉得他虽然很好，但是好像我跟那个人也行。当这个时候了，一旦那个人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一旦那个人说些什么，你很快就灰溜溜的回去，是不是这样？大家回忆一下，当你真的非常非常想要他的时候，他的拒绝对你来说，你可能虽然会伤心一下，但是你还是会继续努力。而当你没有那么想要那个人的时候，他的拒绝其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拒绝。算了，那就这样吧，是不是？所以最后一点给大家建议，你要有一个非常想要的东西，你就自然会变得非常的坚持。大家一旦有这样的成功的体验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成功的体验复制到其他地方上去想要那些你非常喜欢的东西。不要怕，真的就想要，你真的确实就真的更有可能得到它。好，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分享。